有一种人一辈子在等一个确认，不是等爱，不是等机会，是等世界给他一个信号。你不该只是这样的，一旦那个信号来了，哪怕只是一个人多看了他一眼，全部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加速向上，不择手段的向上。甄士隐消失在路上之后，第一回没有结束，后半段只剩2个人的交接。穷书生贾雨村靠甄士隐资助50两银子进京，中了进士，做了知府。甄士隐丢了女儿，烧了房子，投奔岳父，被盘剥殆尽，最后跟一个跛足道人走了，不知去向。一个加速上升，一个加速消失。交棒完成之后，这本书的叙事权正式落在了一个名叫贾雨村的人手里。贾雨村，贾话留下来的那个人。贾雨村住在甄士隐隔壁的葫芦庙里，寄居，穷，卖文为生。葫芦庙脂砚斋点了一句糊涂也。他住在一座糊涂庙里，这是他此刻的位置，模糊含混，尚未进入任何确定的身份，尚未被任何一个权力系统收编。但他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中秋夜，甄士隐邀他喝酒，酒到半酣，贾雨村口占一联：欲在柜中求善价，钗于帘内待是非。玉藏在柜子里，等一个配得上的买家；钗放在妆帘里，等一个能让它腾飞的时机。这不是诗，这是自我估价。他把自己放在了宝玉和金钗的位置上，告诉世界，不是我不够好，是你们还没出够价钱。甄士隐听了，赞他抱负不凡。一个叫甄士隐的人，在这一刻完全没有听懂话里的危险，他只听到了才华，没听到野心的音调。然后贾雨村对月做了一首诗：时逢3、5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表面写月亮逢15、5月便圆满，清光满照玉栏杆，一轮明月刚升起，万户百姓仰头望。脂砚斋批了3个字，这是将来做官时的写照，不是在写月亮，是一个穷书生在中秋夜借着月亮的形状，说出了他要的未来，成为那个被万人仰望的人。甄士隐听完，当场拿出50两银子，2套冬衣，资助他进京赶考。50两，清代中期一个知县1年的养廉银约在600到1000两之间，但对一个没有品阶的穷书生来说，足够他在京城租住半年，应付考试全部花销。这不是小钱，这是一个乡绅对一个陌生人的全部信任。贾雨村收了，第2天黎明，不等天亮，不来告辞，直接走了，留给小书童一句话：读书人不在乎这些俗礼，等黄道吉日就悟了。银子是工具，恩情是负担，工具带走，负担留下。但在银子之前还有一件更早的事。甄士隐家有一个丫鬟叫焦杏，某日贾雨村经过后院窗下，抬头看见了她，他恰好回了头，回了2次。书里写贾雨村的反应自是又进一层。2次回头，一个长期被世界忽略的人从中读出了什么？读出了这个女子看得出我不是池中之物，读出了被看见，被辨认。但曹雪芹没有写焦杏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只是午后光线恍惚，顺势回了回头。那2次回头未必有任何指向他的含义。这是贾雨村的第1次误读，一个饥渴的人从一个陌生人的无意动作里提取出一整套关于自己的叙事。他懂我，他能辨别我的价值，他不同于俗人。这个怀字，回目里风尘怀闺秀，怀的不是感情，是野心的人形锚点。他需要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世界确实亏欠了我。误读甚至可以改变命运，改变的是被误读者的命运。贾雨村中了进士，做了知府，回来找他纳为妾室。正式病死后，他扶正为妻。他的名字焦杏，写侥幸。一个男人的误读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他踩在了一个男人的自我投射上面，被那股向上的力弹射到了另一个阶层。不是选择，不是本事，侥幸。贾雨村拿了银子进了京，甄士隐的世界随即崩塌。女儿丢了，庙里走水，烧了整条街，投奔岳父，被盘剥。2、3年之间，一个秉性恬淡的乡绅从安稳落入赤贫，然后在街上遇见那个跛足道人。道人唱了一首歌，4段4样东西：功名、经营、妻子、儿孙。每一段结构一样，所有人都知道放下，但偏偏放不下，然后散场。道理极其简单，简单到近乎庸俗。力量不在道理本身，在于位置。曹雪芹把这首歌放在第1回的末尾，还没有任何一个贾府中人出场，还没有任何一段感情开始，他先让一个风道人在街头把总结唱完了。这意味着读者从第2回开始看到的每一段痴迷，每一场经营，每一次不舍，你都已经知道结局了。知道结局之后再看过程，这不是悬念结构，这是命运结构。功名后面有人一辈子在靠，有人一辈子在爬。经营后面有人一辈子在算，机关算尽也拦不住散场。
妻子后面有人一辈子在等，等到的不是想等的那个。儿孙后面有人把所有希望压在一个孩子身上，那孩子偏偏不肯接。每一段都宽到后面79回里，几乎所有人都能对号入座。甄士隐听完，当即逐句做了一篇注出来的那些句子比好聊歌具体的多，全是预言。陋室空堂，当年户满床，这是一个大家族从鼎盛到空旷的全部轨迹，压缩成10个字：因嫌纱帽小，致使所家扛。一个人嫌官不够大，最后扛的是枷锁。最后一句收束全篇，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一个即将从人间消失的人，在走之前，把后面79回要发生的事，用一首歌的长度全部说完了。说完了，跟着道人走了，竟不知投向何方去了。甄士隐去了，不是毁灭，不是死亡，是不知去向。他还存在于某处，但你不会再找到他了。停在这个结构里看，甄士隐和贾雨村在第一回里不是2个人物，是2种存在方式的对照模型。甄士隐真恬淡，不求功名，有钱时失语，失去一切后觉悟退出。贾雨村贾饥渴，唯求功名，无钱时索取，得到一切后堕落深入。一个向内收缩直至消失，一个向外膨胀直至爆裂。整部《红楼梦》的叙事走向是真退假进的过程。第一回前半段，甄士隐在场，世界是温热的，有梦的，带着天界余温。后半段，甄士隐消失，贾雨村接管，世界变成冰冷的，有计算的，被权力逻辑覆盖，一回之内完成的气候转换，从神话落入人间。而贾雨村的功能还不止于此，他后来被革职，做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林如海替女儿请的西席。书里第一次写林黛玉读书，坐在她对面的人就是这个贾雨村。再后来，靠着林如海的推荐信，贾雨村走进了荣国府的大门，读者跟着他的视线，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宅邸。一个叫贾雨村的人，成了读者进入贾府的向导。曹雪芹没有多写一个字来评价这件事，他只是把2条线交叉了一下，让你自己去听那个回声。你通过假话走进贾府，你看到的一切从一开始就隔了一层纱。真是从第一回就引了，找不找得回来，全看你愿不愿意在贾语里慢慢辨认。第一回见了一个读法，命运先定，人物后走，名字有2层，真是藏在贾语下面。有一首歌在开头就把结论唱完了，后面79回是展开式，2种人，一种隐去，一种留存。交棒的瞬间，这本书正式开口。甄士隐是第一个彻底明白了的人，也是第一个消失的人。明白和留下来从来就是2件事，好便是聊，聊便是好，但整本书写的是那些聊不了的人。从第2回开始，他们出场了。冷子兴，一个靠倒卖消息和古董为生的人，坐在酒桌对面，替我们画了一张贾府全图。谁已经死了，谁还活着，谁占着什么位置，谁生了一个贤育而生的孩子。在你走进荣国府大门之前，先有人替你做了一次俯瞰。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